電子組態。根據波爾的原子模型，每個原子包含不同數量的電子層，而電子圍繞着原子核不停運行。每個電子層只能容納到一定數量的電子，每層電子層能容納最多的電子數目相等於 2n 的二次方，其中 n 是電子層數。首先，電子排列在最接近原子核的電子層。排布電子的方法由內層到最外層，直至所有電子都排列在電子層內。參考表格內容，例如 n 為1，表示第一個層可以容納最多2個電子；如果 n 為2，表示第二個層可以容納最多8個電子；如果 n 為3，表示第三個層可以容納最多18個電子。餘下的電子都排列在其餘的電子層內，如此類推，直至所有電子都排列在各電子層內。例如亞原子的電子排布，如圖1所示。電子排列的規則，以鋰原子作為一個例子，鋰原子序數為3，由原子的序數可以得知電子的數量，因此鋰原子需要有3個電子來平衡原子核內質子的正電荷量，因原子是中性的。開始，我們把第一個和第二個電子放進第一層，因為第一層只能容納最多2個電子，必須要記住的，這是其中之一的規則。因此，第三個電子必須放入下一層。我們在外圍畫出一個更大的圓圈，代表第二層，放入第三個電子，這樣就完成了鋰原子的電子的排列。根據以上的規則，其他的原子的電子排列亦可以按此方法排列。重點：首先，電子排列在最接近原子核的電子層，即第一層。如果第一層已填滿，其餘的電子便排列在第二層，如此類推。但要遵守各層最多可容納的電子數量。以下是鋰原子的電子排列，為2、1，如圖2所示。另一個說明例子為鎂原子，質子和電子因受正電力而互相吸引，電子會按其能量級數而填入不同的電子層。真實的電子組態相對複雜，暫不會講解。總體來說，越接近原子核的電子層，它的能量級數越低，因此隨着電子軌道的半徑增加，電子層的能級亦會增加。在圖中，最接近原子核的那一層代表最低能級。我們用大小不同的圓圈來代表不同能級的層。我們可以使用圓點或交叉符號代表每個電子。同時，原子核的核心附有該元素的化學符號作為識別。因此，根據不同能量級的電子會填入各個不同的電子層中。首2個電子必須放入最接近原子核的那一層。例如，最接近原子核的第一層，這層最多可以容納2個電子；第二層最多可以容納8個電子。因此，餘下的2個電子會放入第三層。根據以上的規則，各電子便可以放入於不同的層內。因此，鎂原子的電子排布為2、8、2，如圖3所示。課程要求：同學只需要認識首20個元素的電子排列規則，但要注意是鉀和鈣元素它們的電子排列。以下是一顆中性原子，它擁有20個電子，第一層最多可以容納2個電子，第二層容納多達8個電子，第三層也最多容納8個電子，最後2個電子進入第四層。這是鈣原子的電子排列。運用數字表達電子排布方式。一種速記方法是2、8、8、2。講解如何運用數字表達電子排布。2、8、8、2。
它是一種簡易方式的表示方法。二、代表第一層可容納的電子數目，各層之間以逗號作分隔。第二個數字代表下一層能夠容納的電子數目，其後是第三和第四層容納的電子數目。以上的表達方式是用數字表達電子的排布。從以上例子，同學已經掌握了繪畫電子組態的基礎知識。嘗試繪畫首20個元素的電子組態，或用數字表達的電子排布。按照上述規則，我們試用數字表達方法表示首20個元素的電子排布，結果顯示如下。根據波爾的原子模型，甲的電子排布應為2、8、9，鈣應為2、8、10。然而，甲和鈣的正確排列是2、8、8、1和2、8、8、2。暫不會作詳細解釋，因超出這個課程內容。